俄罗斯总统选举正式投票17号进入第3天，也是最后一天。包括现任总统普京在内的4名候选人参选，选举结果将在28号前公布。这是俄罗斯首次在战时状态下进行的大选。值得注意的是，已公布投票数据显示，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赫尔松4个新地区投票率很高。民调显示，普京的支持率可能超过80%。3月15号至17号是2024年俄罗斯总统选举投票的日子。这次是该国首次以线下和线上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大选。在俄媒镜头的记录下，现任总统普京15号以在线形式投下自己的一票。除了普京，来自俄自由民主党的斯卢茨基、俄联邦共产党的哈里托诺夫和俄新人党的达万科夫同样出现在决赛圈名单中。根据规定，总统选举计票工作将在投票结束后开始。在选举中获得50%以上选票者当选。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3大民调显示，普京的支持率遥遥领先。这次大选或获得80%以上的选票。2018年，他的支持率是76%。若这次普京成功赢得连任，将是他第5次出任总统。俄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表示，截至莫斯科时间17号9点4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4点45分，大选的全国投票率为61.37%。公开数据显示，俄罗斯此次大选的注册选民约1.12亿，共设有9.4万多个境内投票站，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295个境外投票站。俄罗斯驻华大使馆表示，俄大选投票站于17号在俄罗斯驻北京使馆以及驻广州、上海、沈阳、哈尔滨和香港的外交机构开放。俄外交部称，由于与不友好国家关系紧张，部分俄罗斯驻海外使领馆被关闭。俄罗斯此次大选在海外设置的投票站数量也因此减少。这次俄罗斯总统选举，我觉得结果是没有疑问的。因为普京政府在选前做了很多的工作，保证这个选举能够顺利进行。这次选举我觉得看点呢，主要是看投票率和得票率。那么这也是我们包括俄罗斯国内外观察俄罗斯国内政治和国内社会氛围、社会舆情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俄罗斯大选颇为特殊。2022年，乌东4州包括顿涅斯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以公投方式加入俄联邦，成为新地区。乌方拒绝承认。这次是这4个地区首次参加俄罗斯大选投票。普京曾于去年5月签署了允许在实行战时状态的地区举行选举的法律。这4个地区曾举行地方选举。另据俄中央选举委员会去年12月通过的一项关于总统选举的相关决议，4地居民正式具备俄大选投票权。由于这4个地方还处于战时状态，俄罗斯国防部特别加强了选举安全保障工作，同时简化一些选举程序，便于4地民众参与投票。比如，考虑到当地民众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尚未取得俄罗斯护照，当地选举委员会将有权确定选民出示哪些证件以参与投票。俄乌冲突开始之初，顿涅茨克第2大城市马里乌波尔成为两军争夺要地。目前，该市部分建筑物仍在重建中，不乏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标语。有参与这次投票的居民表示，期盼马里乌波尔尽快重建，恢复和平。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底，乌克兰宣布，由于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推迟原定2024年的总统大选。今年2月，乌克兰最高拉达授权延长总统的任期。俄大选投票期间，乌军已加大了对4个地区的军事干扰。投票首日，乌军袭击了位于赫尔松州卡霍夫卡和布里廖夫卡的投票站。此外，在扎波罗热南部城市斯卡多夫斯克，一个投票站附近的垃圾桶里被放了一个简易爆炸装置，所幸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普京15号透露，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居民点进行了打击，其目的是破坏总统选举，但俄军防空系统拦截了95%的袭击。乌克兰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采取一些重要的军事行动，对俄罗斯的这个舆情进行一些干扰，进行一些影响同时呢也这个影响国际社会。俄罗斯我们知道是一个大国，那么本土这样频频的受到袭击，那么这个对普京政府来说，
俄罗斯军队来说，脸上也是无光的。这也是乌克兰政府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智能卫视注意到，已经公布的选举数据显示，这4个地区的选民投票热情很高，显示为部分地区的投票率比俄罗斯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5至25个百分点。例如，扎波罗热州的投票率达75.85%，而仅截至16号，顿涅茨克投票率就高达86.75%。这4个州，我们知道，它的原来的一些居民只要是反对俄罗斯的，基本上都逃离了，都作为难民逃离了。那么留下来的呢，基本上都是支持俄罗斯政府的。那么所以呢，在这里进行总统选举，那么很明显，以彰显普京政府、普京总统他的个人能力，为俄罗斯开疆拓土，占了4个州。第二呢，在这4个州遗留下的这些选民中间，他可以得到非常高的支持率。这是一个双重的考虑。俄中央选举委员会还透露，投票3天内，远程电子投票系统共遭到约16万次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莫斯科选举观察公共总部称，这些网络攻击主要来自美国和英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称，过去1年里，莫斯科的西方敌人一直在千方百计地破坏俄总统选举，但最终无济于事。Это, наверное, такой беспрецедентный случай, но за нашими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выборами, когда мы выбираем себе своего президента, не просто наблюдает весь мир, а мы да вонючий пытается все время что-то такое нам тут испортить, подпортить, навредить всячески. 与此同时，俄乌前线战事仍在持续。格外值得关注的是，俄军近期构建的新杀伤链。俄方近日公布无人机画面，首次展示摧毁乌军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的全过程。这是俄乌冲突中首个记录海马斯被摧毁的清晰影像。海马斯是一种轻型模块化多管远程火箭炮，是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主要武器装备之一，曾多次给俄军造成较大杀伤。俄国防部上周发布了一段使用伊斯坎德尔 M 导弹摧毁乌军防空系统的视频。俄新社报道称，通过对视频的分析，俄军摧毁的乌军防空系统中有爱国者。爱国者被视为美国最先进的防空系统，乌克兰在多次请求后才获得该系统。有分析认为，乌军试图利用爱国者进行前出部署，对俄方高价值目标发动奇袭，但也招来杀身之祸。伊斯坎德尔系列导弹是俄罗斯新一代战役战术导弹的中坚力量，俄军所有导弹部队都装备了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系统，并多次用其打击乌方目标。在摧毁乌军海马斯和爱国者的行动中，俄军使用的杀招都是无人机和伊斯坎德尔 M 组成的高效杀伤链，也就是俄军利用大量无人机在作战区域进行侦察，发现高价值目标后，由一线指挥官下达命令，直接调动伊斯坎德尔导弹进行远程火力打击。爱国者导弹进入乌克兰以后，那么对俄罗斯的空军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包括击落了俄罗斯的很多类型的导弹。所以我想，在面临着很严重的损失以后，俄罗斯军队也是从战争中进行了学习，他们可能组织了一支专门的部队专门的单位，可能专门来搜寻和盯防这个爱国者系统，还有包括像海马斯火箭系统。所以这次打击可能是一个专门的猎杀行动，也反映了俄罗斯军队可能在战争中他可能也是提高了自己的这种能力。俄罗斯大选周日落幕，去年纳入俄联邦的4个新地方投票情况，外界尤其瞩目。您对此怎么看呢？主持人好，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2022年9月，乌克兰原东部4州并入俄罗联邦以后，人们对这4个新地方在今年大选中的表现都有些好奇。首先乌克兰和西方国家对乌原东部4州参加大选的合法性予以强烈的质疑，认为这是乌克兰的领土，俄罗斯再次举行大选投票是非法的、虚假的。其次并入俄联邦的这4个州目前仍是战场，而且被轰炸的满目疮痍。那么这里的选民其实是没得选，选谁似乎都解决不了当下的困境。所以那儿的选民参加大选，只是为了营造一种拥有选择的幻觉。再次因为那里战火不断，是否具备选举的基本条件都让人担忧。比如说投票站是否安全，填选票能否维护好个人隐私等等。而在俄罗斯一方则以完全不同的解说，把这4州的选举看作是战火中的选举。俄罗斯大选和民主是任何力量不能阻挡的。那么这4个新地方是怎样组织选举的呢？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
选举官员呢拿选票和投票箱到居民所在的公寓，经过验证身份以后，就可以填写选票并投入票箱，然后呢就是计票点票。在公立学校和政府的大楼也设立了投票站，备战地区的选民呢也可以前往那儿投票。有些西方媒体说，这4个新地方的选民是在枪口下投票，那倒是言过其实了。在俄罗斯举行大选时，乌克兰加强了对俄攻击，乌方干扰行动有实际影响吗？乌克兰对俄罗斯大选呢还是要有所表示的。在大选期间加强对俄罗斯的攻击，包括军事行动、偷袭俄民用设施、进行网络攻击等等，以表明对普京连任总统的反对。但是对俄罗斯大选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可以说呢是微乎其微，就是表明了态度而已。其实值得人们关注的是，乌克兰对俄军事行动是否也在发生变化？乌克兰收缩战线以后现在也正在进行防御工事的修筑，在等待美欧的武器弹药供应。一场新的消耗战不久可能会打响。去年俄罗斯用大量的无人机和导弹对乌克兰军事和民用设施进行了轰炸。虽然很多被乌军拦截了，却也消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以至于到现在是严重的短缺炮弹。那么在今后的战场上，乌军可能用更多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俄罗斯的边境城市和民营设施，来消耗俄罗斯的弹药。同时用特种作战方式和谍报工作人员一起对俄境内的目标和重要的基础设施进行突袭、偷袭。用少量的人员和有限的弹药来办大事，增加对俄震慑力，给欧美援助者一点信心，让他们继续援助和支持乌克兰打仗。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本国电视台采访时重申出兵说，称西方在某个时候仍可能在乌克兰采取地面行动。那您觉得这又意味着什么呢？马克龙突然从鸽派变成鹰派，对俄罗斯采取比美国更强硬的立场，是目前西方政坛的热门话题。在俄乌军事冲突刚爆发的时候马克龙一直在劝和，还到莫斯科与普京进行了长桌会谈，劝泽连斯基最好还是和普京对话，不要硬打蛮干。那么现在为什么比任何其他西方领导人都要激进呢？还说要派出军队到乌克兰作战，这样的惊天动地的话来。马克龙说大话大概有3方面的理由：一是他要充当接锅侠，美国现在真把乌克兰包袱甩给欧盟，这个总需要一个接锅侠了吧？马克龙就是主动担当接锅侠，从而在政治上与德国争锋，试图成为欧洲盟主，哪怕做个样子。马克龙的很多大话都特别像拜登的口吻，说什么决心永远不会让俄罗斯赢得乌克兰。什么一个新时代正在到来，我们将在那里支持乌克兰最终要靠我们的人民和我们欧洲的力量。看看马克龙接过了这个美国甩出的锅了。其次这是欧美就队伍军援产生矛盾的歇斯底里。美国队伍军援降级不那么积极了，欧洲用尽其能，也只筹集到了50亿欧元的援助资金，还得把这钱给美国，才能给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马克龙一直坚持的是欧洲武器欧洲造，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但是德国偏偏不给这个乌克兰提供金牛座远程导弹，那么欧洲只好从美国那儿买武器了。法德之间的矛盾也就显现出来了。法国指责德国在队伍援助上拖延，德国指责法国鲁莽好战、哗众取宠。实际上在援乌抗俄上，德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武器捐助国。第3是为了应对国内的政治，欧洲议会选举即将开始，法国极右翼政党可能要击败马克龙派，所以马克龙要在援乌抗俄上画出明显的界限，以便与极右派形成鲜明的差别。因为极右派与俄罗斯保持着混浊的关系，并不是强烈的反俄。这3方面的因素使得马克龙突然间就从鸽派变成了鹰派，对俄罗斯说话非常的尖锐，锐到要刺破自己的政治声誉。很可能的情况是，马克龙的狂话会反噬其身。68%的法国人是反对总统派兵到乌克兰的。他不仅在欧盟得不到好，在法国国内也会遭到嘲笑。